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新一期的老李头测评。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作品，实际上也已经放了很久了，今天终于轮到它了。来自 MT Toys 出品的《生化危机4》当中的艾达王，这一款而且是双素体双头雕，包装非常沉。对于现在二级市场的价格来说，这些配件量性价比还是挺高的，但是究竟做的如何，咱们还得详细把玩一下。好了，在本期节目开箱之前，为大家介绍一款好物。老粉丝、老观众都知道，我之前一直在用的这一款南卡的蓝牙耳机，用了已经挺久了，而且综合下来还是非常不错的。这一次他家又升级了，就是这一款，也是南卡的 Clip Super 2耳夹式蓝牙耳机。这一款上市实际上也有一段时间了，但是这一次这个东西比我上次用的那一个真的提升太多了。包装方面都是很小的，然后看一下整个的休眠舱跟之前我用的那个差别还是挺大的，这是磨砂质感的，这次很光滑，而且相对来说小巧一点。打开以后，两个耳机在手上了吧？看一下整体的这个涂装做工，反正很合我的口味。然后这一次的佩戴上面，他们升级了 Level Air 零压气囊，就是这么小的一块啊，摸上去就非常的柔软，佩戴起来也是更加的舒服，而且跟我之前那一个佩戴方式也是不一样的，这个是耳夹式的，再加上新一代的 Zero G 4点支撑，包括这一圈全都是钛合金记忆弧环，所以在佩戴方面，不管是你骑自行车也好，运动也好，佩戴时间久了也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，还是挺舒服的。标准的一些配置，蓝牙 6.0， 包括整个耳机单次使用8小时，休眠舱这一个续航时间大概在30小时，加起来38个小时的续航绝对够用。这次音质方面也是提升了非常多，采用的 Supersound OS 3.0 双核声学引擎，音质方面提升了非常多，外加它的 DS 3.0 定向传音，在防漏音这一块南卡也是下足了功夫。再说本次的重中之重，300-400块钱的耳机，兄弟们，它竟然还带 AI 功能。可能我对于这种数码产品玩的不多，但是在我这种小白眼里，这个价位它还带 AI 功能，集成了讯飞加 DeepSeek 多模态 AI 智能系统，就等于你买了一个耳机运动佩戴，平时呢会议翻译都能用得上，功能还是非常强大的。所以今天还是得给大家恰恰饭，这个耳机非常合适，我也是用了一段时间了才反馈给大家，还是不错的。好了，言归正传，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包装。首先整个包装的封绘就没有什么特别的，也挺糊的，重点还是它的东西。抽开，咱们看到内容物了。这个面雕确实，不敢恭维。然后来打开，哇，真的很重而且阻尼感非常强，这个包装抽出来都费劲，我还得给它倒出来。配件还有非常大的一个地台一层，然后这边就是它的单个的主体，还有手型这些东西，然后额外的还会有一个经典的黑丝素体，还是非常不错的啊，很重，这一次的硅胶素体也是非常非常沉啊。好了，包装方面我们就迅速的看到这里了，接下来咱们来拿出主体来看一下本次的两个主体究竟感觉怎么样。OK， 兄弟们，主体方面咱们来看一下两个主体拿出来的时候确实让我有点那啥了。首先说一下这个主体，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一套衣服呢，经典造型，
但是啊，它这个鞋子完全穿不进去，真的是塞不进去。我不知道是开口问题还是什么，我用了各种方法都穿不进去，这个口子没办法顶下去，真的是很不舒服啊，只能这个样子了。我动手能力而且比较差啊，这个主体你只能放一个支架稍微给它撑一下，而且因为这一个鞋子穿不上去，导致它的这腿太长了，有点夸张了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的面雕，哎，这两款面雕说实话都是让我有点惊恐。它看上去怎么说呢，很惊悚，镜头里面显白了一点啊，但是实际的拿到手的样子也是这个样子。胶发素质也是比较差的，整个面雕涂装就感觉是一个怎么说呢，像那种恐怖片啊，脸部就是已经毁容了，然后女主去把脸上涂了一层什么粉啊，然后画了一下眼线，我个人觉得非常的不像。包括这一个微张嘴的一个头雕，来看一下，哎呦我去了，虽然它配了可动眼，但是你不管用哪种眼神去调都不行啊，都很吓人。而且这个眼球的涂装呢也是很一般，胶发就更不用说了。这两个头雕说实话我觉得是一塌糊涂，毕竟这玩意也是1000多块钱的东西啊，这个头雕，哎，那我们头雕做成这样，那素体怎么样呢？纯包胶的素体我也之前玩过 TBL 的，对吧？像这一次这一个怎么说呢，摸上去的手感还是非常不错的，挺沉的，版型也不错，整个包胶的厚度跟弹性也还可以，全身都是。当然啊，想要细节呢它也是没有的。整体的这个衣服面料说实话还行，唯独它这个丝袜，这个丝袜的材质真的太差了。买这个的兄弟自己去配一个，再给它重新穿一下。身上的这一套软胶材质啊，不是皮质的，涂装还行。螃蟹手也没有，手呢我感觉是不是稍微长了那么一点点。这一个素体里面就配了2个裸手，当然你可以用另外一个素体的这个手型跟它兑换，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可动我们来看一下，360度没什么问题，可以看一下内部的这一个连接杆，整个素体包胶非常厚，头雕全是后脑勺打开的小可动眼，这2个头雕我最多给1分，安插起来也比较方便，没什么问题。头部前后，我靠，哇，这脖子左右还行啊，前后非常难动啊，我已经用非常大的力了，头部可动不行啊。手臂来看一下，平举还行，手臂前倾也有，前倾的幅度不大，手臂往前，这边因为有这个枪套的一个干涉，我们用这只手没多大问题。这衣服有点弹力的，所以不用担心动那个手型的时候会崩坏，问题还是不大的。手臂弯曲能到这样的一个位置，手臂的包胶呢还行，挺厚，但是如果你去做一些大幅度的动作的话呢，时间长了依然会爆，这是没办法的，无可避免。胸腰可动只能到这样的一个位置，往后几乎是没有，到了这里已经卡住了，左右太小了，掰不动。侧腰是有的，通过上半身这一段没什么问题。下半身的可动来看一下，首先侧踢到这样的一个位置，前踢还行，关节都是比较紧的，但是这个把玩起来还是得当心一点。
特别是腿部的那种大动作。包胶素体手臂跟大腿的旋转都是没有的。上台到这样的一个位置，脚是没办法看可动啊，只能用另外一个素体。整体呢，我觉得可动不及格，很一般，就是标准的手跟腿都是标准的可动，没有什么多说的。但是胸腰可动，包括脖子确实太僵硬了。然后这个面雕呢，哎，只能叹口气了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也是经典造型旗袍，可以看一下包胶的这个细节，我觉得一般啊，特别是背部那么美的一个背啊，没有体现出来，只能看到一点点的这个骨内部的一个骨架的一个造型。整个旗袍的这个手感布料挺丝滑，还算可以。两个包胶素体都是一样的，看一下这个的头部可动能不能往前，哎，这个稍微好一点，能稍微往前一挡，那个很紧，往后也可以。头就是略微有点松，可以看一下，非常松啊。其他的可动一样，所以我们就不多看了。整个领口这里的配饰软胶材质，涂装还行。背部这个拉链可以自己去脱下来，这衣服不是它那么的紧啊，不怎么修身。丝袜都是采用一样的，两个都是一样的材质。鞋子脚型因为不是一体的，这关节暴露还是有一点点的，没有办法。鞋子软胶材质，但是这一段当心不要去弄断了。整体感觉难评啊，非常难评。一开始我觉得双素体这个价格的话还行，没想到它这个头雕，一言难尽了。也有可能有兄弟就喜欢这个头雕，也是很正常的。但是像我不过关，不及格这两个面条。好了，两个主体呢就是这个样子，它的配件还是比较多的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配件究竟能不能让这两个产品稍微提升一点档次。好了，兄弟们，配件来看一下啊。首先，这个地台，哇，这么大一个地台，然后看一下这个，我没办法说啊，一个蛇形软管的夹腰支架，然后看一下武器，我一开始觉得哇，这武器会不会很屌啊，做的会不会很不错。然后首先来看一下这把狙击枪，好家伙，除了这个瞄准镜是自己安装以外，弹夹拔不出来，反正我是拔不出来，我不知道能不能拔，我怕拔断了，没有任何的可动。然后涂装只能说勉勉强强啊，勉勉强强，起码它这个做旧还有。下一个火箭筒，首先这个火箭筒呢，弹头拔不了啊，然后这些配件没有任何可动。重点啊，它这个东西所有的配件都非常的脆，可能你稍稍一用力或者是在运输途中啊，很容易断。核膜线也比较明显。涂装呢，也不能说差，涂装还可以吧，涂装还可以，就这个质感啊，接下来再来，这个应该是钩手枪。钩手枪的涂装呢，做旧包括的这个上面的细节纹理的涂装还可以，依然也是没有可动，这一把还行。然后这一把小手枪这把小手枪呢，弹夹当然可以拔下来，这个竟然不能掰。我玩过这么多厂家的武器啊，这个不能掰的还是头一次见，完全不能动。做旧涂装有，然后一些其他的配件，瞄准镜这个瞄准镜呢，特别是这一块当心一点，它没有可动，非常的脆它连一个透明件都没有给你直接给你封死了一个黑色涂装，贴了一个小贴纸。这一把弹夹可以拔，
后面这个枪托可以去装上去，然后其他可动呢就没有了。还有一些基础配件，全都是一些机瞄，来看一下。而且呢，它没有说明书，你不知道这东西怎么安装。我刚看了半天都安装不起来。对讲机一个，顶部的天线软胶啊，这个可以别在腰上。这是闪光弹吧，一枚。枪套它也会有一个，这个呢可以去穿在旗袍的这个身上。做工呢还行，软胶配上了这个仿皮，穿戴起来因为没有说明书，你得自己研究。最后就是一些手型了，都是戴着手套的一个手型，来看一下，握持手、开掌手、开掌手，也是一个握持手，基本上都是握持手比较多，造型手呢会比较少一点点。手型给的也是还可以吧，不少。来看一下这款产品，在我没开箱之前，我没想到是这个样子啊。但据我了解，MT2S 呢做的东西好像就一直是这个样子。1500的价格，双素体，相当于700多块钱一个吧。如果你是只想着买个素体，然后给它 DIY 一下，我觉得还是可以。但是整体的质量、素质，我觉得确实是我近期拍摄的产品里面比较差的了。我个人不是特别推荐这一款，说实话。好了，本期老李头视频的话呢，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。如果喜欢老李头视频的话呢，还不忘在视频的最后来个1键3连的支持，你们的支持是我做视频的动力。OK， 本期让我开箱如此不开心的产品就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